6月1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王毅说，国务卿先生此次北京之行正值中美关系处在一个关键节点，需要就对话还是对抗、合作还是冲突做出选择。历史总要向前发展，中美关系终究也要向前发展。开历史倒车没有出路，推倒重来更不可取。王毅表示，我们要以对人民、对历史、对世界负责的态度，扭转中美关系螺旋式下滑，推动重回健康稳定轨道，共同找到中美在新时期的正确相处之道。王毅强调，中美关系陷入低谷，根源在于美方保持错误的对华认知，导致错误的对华政策。中美关系历经波折，美方有必要深刻反思，同中方一道共同管控分歧，避免战略意外。中美关系要止跌企稳，当务之急是要把两国元首共识真正落到实处。中美关系要行稳致远，最重要的是要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作为根本遵循。王毅还敦促美方不要拿国强必霸的模板来镜像中国，不要用西方传统大国走过的轨迹来误判中国，这是美国对华政策能否真正回归客观理性的关键所在。王毅要求美方停止炒作中国威胁论，取消对华非法单边制裁，放弃对中国科技发展打压，不得肆意干涉中国的内政。布林肯介绍了美方看法，表示美方致力于重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确定的议程，期待同中方加强沟通，负责任管控分歧，在双方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讲，美国是心中有魔，看什么都是魔，所以他是把中国当做他过去自己美国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从地区上的霸权到这个全球上的霸权，他也认为中国也会走这条路，走国强必霸的这种老路，实际上是对中国的一种错误的看法。这是布林肯首次以美国国务卿的身份访华，这也是自2018年10月以来访问中国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他在18号早晨抵达北京，并在午后与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举行会谈。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中美外长会谈持续5个半小时，比原计划长了1小时。两人共进工作晚餐，美方代表团在晚上10点半之后才驱车离开。当天晚些时候，外交部发布了中美外长会谈的600余字的消息稿，信息量很大。中方新闻稿指，双方就中美总体关系及有关重要问题进行了长时间坦诚、深入、建设性沟通。美国务院发表的新闻稿中也使用了坦诚、实质性、建设性的沟通的说法。据新华社报道，秦刚在会谈中表示，当前中美关系处在建交以来的最低谷，这不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不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待。中方致力于构建稳定、可预期、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希望美方秉持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与中方相向而行，维护好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冷静、专业、理性处理意外偶发事件。双方应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巴厘岛会晤共识，推动中美关系止跌企稳，重回正轨。报道还提到，中美双方同意共同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有效管控分歧，推进对话交流合作。双方同意保持高层交往。布林肯国务卿邀请秦刚国务委员兼外长访美，秦刚表示愿在双方方便时访美。双方同意继续推进中美关系指导原则磋商。双方同意继续推进中美联合工作组磋商，解决中美关系中的具体问题。双方同意鼓励扩大两国人文和教育交流，就增加中美之间客运航班进行积极探讨，欢迎更多学生、学者、工商界人士到彼此国家互访，并为此提供支持和便利。布林肯19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与秦刚讨论了如何通过开放的沟通渠道，负责任地管理两国的关系。19号晚7点左右，布林肯在美驻华大使馆举行记者会，就中美关系再做表述。In every meeting, I stress that direct engagement and sustained communication at senior levels is the best way to responsibly manage our differences and ensure that competition does not veer into conflict. And I heard the same from my Chinese counterparts. We both agree on the need to stabilize our relationship. 接下来不管是在双方的这个经贸领域在这个气候变化领域以及在这个人文交流等等磋商方面，我相信会有一些积极的动作。但是就像我们一直看到的如果美方是说一套做一套，
那么双方在落实元首共识，落实我们这次双方达成的这个政策性共识上，也会面临一些挑战。外界普遍认为，明显的共识是双方同意继续会谈。法新社18号称，中美希望为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降温，双方都表达了改善沟通和防止冲突的谨慎希望。英国广播公司认为，布林肯此次访华的3个优先事项是修补关系、缓解贸易争端、避免战争。美国官员和分析人士预计，布林肯的访问将为未来几个月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更多双边会谈铺平道路。联合早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布林肯访华即使没有重大成果，但也肯定不是白跑一趟。文章称，布林肯访华标志着中国的大门再次对美国高官敞开，接下来双方还可能有部长或更高级别的官员互访。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美双方就各层级的对话和交往保持着沟通。美国务卿布林肯访华的相关事宜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发言人毛宁表示，布林肯与秦刚外长、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会见的详细情况，中方第一时间分别都已经发布了消息稿。而在消息稿中，我们注意到双方达成的共识，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双方同意共同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有效管控分歧，推进对话交流合作。双方认识到中美关系如此之重要，所以双方要有责任管理中美关系，不让这种竞争引发到这个冲突和对抗。这个我觉得是两国领导人达成的这个最重要的共识。那么在这次会面当中呢，拜登政府也对中国政府做了一些承诺，我们希望他这个美国政府能够把他的这些承诺落到实处。外界还关注到，中方在2场会见中都着重重申了台湾问题的重要性。王毅在会见布林肯时强调，维护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秦刚也就台湾问题等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阐明严正立场，提出明确要求。秦刚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最重大的问题，也是最突出的风险。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将不支持台独的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布林肯在19号晚间的记者会上主动提及台海问题。On Taiwan, I reiterated the long-standing U.S. One China policy. That policy has not changed. We do not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ce. We remain opposed to any unilateral changes to the status quo by either side. We continue to expect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cross-strait differences. 美国，我觉得有一部分人还是这个铁定认定了要以台制华、以台遏华。那么美国国内会对拜登政府他的台湾政策对华政策形成一定的牵制。如何这个调整美国的对华政策，这实际上是我们要持续观察的。